大家好，俗话说家不是讲理的地方。自古以来，清官之所以难断家务事，就是因为这家务事压根就没有谁对谁错。那么您或许会好奇，如果家里面都没法讲理，那么还讲什么呢？难道说讲智慧吗？首先，如果家里面都不能讲理，还谈智慧的话，就显得格外的多余了。因为道理和智慧本来就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和谐的婚姻、美好的家庭真的要跟道理和智慧这些理性而中肯的东西保持距离，那么什么东西会在婚姻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显得必不可少呢？让我们再回看赵丽颖、冯绍峰这段貌似失败了的婚姻，或许还能够找出个中的答案。赵丽颖曾经坦言说，刚开始拍《知否知否》的时候，整个人都很困惑。她每天都在思考和剖析明兰这个角色，但始终都是不太理解，非常的混沌。后来好在通过冯绍峰的点拨，开启了她，让她对角色的进入能够瞬间的顿悟。从那时候起，赵丽颖对冯绍峰的好感日益的加深，并最终产生出了相当程度的依赖感，以至于彼此之间小跑进入了两情相悦的浪漫之旅。于是乎，在长达7个多月的拍摄期间，赵丽颖一直都表现得元气满满，精力充沛，因为她感觉自己一直都被爱包围着，充满了十足的安全感。所以她也曾毫不讳言地说，冯绍峰就是那个很温和的人，一直包容着她，能够让一个打小就外表刚强、内心坚韧的赵丽颖秒变成为一个幸福满满的小女孩。这一点，温柔的冯绍峰做到了。因此，不难看出，冯绍峰最终能够迎娶芳心、抱得美人归的最大修为，就在于他那无限量的温暖包容的心。男人的世界，女人都不讲懂，只需要男人拥有一颗豁达包容的心就够了。凡事只要大度一点，生活就会快乐一些。赵丽颖、冯绍峰的爱情和婚姻就是这么的简单和纯粹。女人的心思通常比较细腻，有时候甚至会对某些事儿较真儿。这个时候，男人多包容包容，就能让女人产生足够的信任感和安全感。那么凡事都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至于赵丽颖，后来在综艺节目上表示过，最怕处理婆媳问题，不想和婆婆住在一起，这就是影响他们婚姻质量的另外一回事了。因为婚姻如果不再是两个人的婚姻，那么问题就显得复杂太多了。另外一边厢，至于说为什么华晨宇不想跟张碧晨结婚呢？同样也是这个道理。首先，豪门的破事一箩箩，阶级的观念就没有必要再次反复探讨了。重要的是，华晨宇本身就不是一个胸襟宽广、勇于包容的人，在他和张碧晨的各种交往和互动中，都有大量的狗仔信息可以佐证。因此，当华晨宇和张碧晨未婚生子的事情一再发酵之后，华晨宇的形象也瞬间从一个眼中只有音乐的痴人，跌下了万人追捧的神坛。话说2017年的一期《明日之子》的节目中，当时出道刚刚好4年的华晨宇有幸当上了评委，结果这个身为评委的华晨宇居然当着亿万观众的面，对另外一个广受好评的选手毛不易说出了一句貌似上帝视角的毒辣评语。他说，毛不易，我从来就没有期待过你，虽然所有人都很喜欢你，但我并没有期待，你的曲子在我这里就没有过一次关。这种貌似专业却又充满不屑的评语，算是把华晨宇各种羡慕嫉妒恨都彻底的表达了出来。有意思的是，两个人的风格其实完全的迥异，一个是音乐鬼才，一个是灵魂歌手。尤其是后者，许多的作品都能顺利的成为打动观众的传奇经典，因为这些作品很容易顺利的破防，直达听众的心底。而华晨宇至今都没有任何1周破亿、3月冠军的经典出来，所以一个没有经典的人，
嘲笑了一个首首经典的人，于是顺理成章的，这个不懂包容的人拒绝了一场始乱终弃、未婚先孕的婚姻。婚姻有时既是两个人的幸福生活的写照，更是一个人生活态度的注脚。其实就算跳出婚姻的范畴，在生活中，在工作中，在学习中，都应该努力去做一个包容的人。这也是一门毕生的学问，因为凡事只要放过别人，实际上也是放过了自己。您说我说的对吗？